我最近呢问了一位男粉丝，为什么你的条件这么好，现在呢都40多岁了，你还定不下来？你是不想结婚呢，还是有恐婚症呢？结果他说的一番话令我挺惊讶的。这位男士呢，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高知家庭，家境很好。他32岁的时候从体制内辞职了，下海从商。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呢，生意是越来越好。目前的公司年利润非常的丰厚。尽管现在这个经济大环境不是很好，但是他的公司业务呢，仍然屹立不倒，平稳的过渡了口罩的低迷期，已经是非常不错了。总体来说呢，是一位挺成功也挺成熟的优秀男士了。按说呢，他这样的男人找个结婚对象应该是不难的吧。可是我听他说了一番话之后我觉得他是个特别明白的人，他把人心看得太透了。可能现在的婚恋大环境确实不太友好。他说呢，10几年来其实他谈过无数的女朋友但是真正意义上并且呢记忆比较深刻的也就那么2、3个。他总结说了，这些年接触过的女孩子，说实话真正想娶回家的，或者说能够胜任妻子这个角色的女人是非常少的。当然我们不排除他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挑剔但是他讲的有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很现实的，对吧？他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女人根本就不适合结婚？首先一个呢，就是她们真的很自私，即便是双方有爱情为基础，也毫不例外，每个人想的都是自己的既得利益我要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我能得到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并不懂得要去关心对方的需求是什么，我可以给对方带来什么。很多的女人认为自己长得漂亮就可以有大把的男人追求，可以挑选，总是希望男人呢像舔狗似的追求她，而自己呢可以为所欲为。其实大部分的时候，真正比较成功的男人，或者说优质的男人，他才不会当舔狗呢。人家也有大把的女人可以挑选，对吧？到最后真正能娶回家的，都是那些长相比较端庄的，性格温和，懂礼数，有教养的好女人。所以呢，感情的付出仍然是需要对等的。他们很多人呢都不太明白这个道理。其次现在的女人物欲太强了，无论美丑，只要是遇到喜欢自己的男人，首先想的就是这个男人会不会给他花钱花的多就是真爱他，花的少就是骗子交往初期要考验男人的诚意，钱是标准，结婚要彩礼，要看男人的态度，钱还是标准嘘寒问暖就是成了他们口中的渣男，规划未来的就成了他们口里的画大饼，而谈感情的呢，就说人家想白嫖现在的女人有几个愿意跟你谈感情对吧？就让你喜欢不起来，那谁还愿意娶这样的人呢？最后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女人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功能了。她不想做饭不想做家务，她甚至连孩子都不想生，只想自己享乐，也不愿意照顾老人，也不会照顾老公。大小姐脾气还很大，动不动就跟你闹离婚。以前的人结婚就是一辈子，所以那会儿的男人呢，他敢为了这个家豁出去，付出一切。而现在的人呢，结了婚2年就离了，他哪还敢拿他的所有去赌呢？他赌不起嘛他也怕赌输了嘛。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晚婚晚育嘛，甚至不婚不育嘛。那真的是因为男人不敢轻易的娶你们觉得他分析的有没有道理呢？咱们到评论区来说一说。为什么90后的年纪轻轻就看破红尘了呢？别说在北京有很多外地的男生不好找对象因为他买不起北京的房子。就连北京有房的本地男生有的时候也会被女生嫌弃，房子是个老破小。所以现在有很多在北京的男生，甚至是北京本地的男人都喜欢这么说：漂亮的女人我养不起，长得丑的呢我又不想娶，赚了半辈子的钱可能会娶一个被很多人拥有过的女人，我还要把她当祖宗一样供着，包吃包住包消费，她有可能还是个丁克，还不想要孩子。那既然都这样了，我为什么不能拿着我的钱去孝顺我的父母呢？让自己过得质量高一点不好吗？人不就是这辈子吗？那谁也不想欠谁的，不挺好？大家觉得他们这样说法到底对不对呢？在那评论区讨论讨论吧。
你知道有多少人相亲都死在了从相亲那天开始到确定关系之前的这一段路上了吗？有90%的原因啊，都是因为在这一小段时间里面，男生和女生想法完全不一样。而且可笑的是啊，他们也不想了解对方的想法，也不想改变自己的做法，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呢，仍然奔跑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啊，没有结果。总有一些姑娘会问我，为什么男生那么没有耐心追求啊？一点儿不对劲儿就马上放弃了。为什么男生总是会忽冷忽热的？是在跟我玩欲擒故纵的游戏吗？为什么男生会小气舍不得给自己花钱，追求的时候都这么没有诚意？如果我轻易就同意他了，那他是不是会觉得我很廉价呢？我还对他没有什么感觉，为什么我要同意做男女朋友呢？我是收了他的礼物，但是这个不是男生追求女生就应该付出的吗？你不付出，我怎么知道我在你的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量呢？没有表白确定关系，我当然不会让你碰我一下的。没有确定关系之前呀，我不得多考验考验吗？多观察观察吗？就是女生的心思。而男生这边呢，也有10万个为什么。女生为什么从来都不主动，都是我在主动啊？女生为什么出来约会一次也不买单啊？为什么我送她礼物她都收了，可是呢，连手都不让我碰一下？我花了不少钱给她买了不少东西，他理所当然的都收下了，但是呢，1分钱也不会为我花。我们约会1个多月了，他为什么还是不肯跟我确定恋爱关系呢？连抱一下都不行，说自己很慢热。我看他不是慢热，是想多捞一点再撤吧。慢热的女生根本就是不喜欢你，还费那个劲干嘛呢？可是那你既然没有想好要跟我合不合适，那你就别收我的东西，收我的钱呀。一方面又要钱要礼物让我表真心，一方面呢又什么都不想付出，那你的真心又在哪里呢？你们女生就需要诚意，我们男生就不需要诚意啦。所以我为什么要给一个都不愿意给我做女朋友的女人买礼物花钱呢？那我要是按照女生的逻辑来追求，是不是追几个月她有感觉了我就算追到了？要是她对我没感觉，那我这几个月花的钱不都打水漂了吗？那我干嘛还要追你那么久啊？你不快点同意，我就默认你是在吊着我，我就是你的备胎。为了及时止损呢，我还是换下一个人吧，不想跟你磨叽了，是不是这样的？这个就是男人的心事。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男女啊，他们应该想明白一件事情，你既然是来相亲，就要相信相亲对象之间是没有感情的，彼此都是很陌生的。女生不要去要求男生像你的男朋友那样对你，男生也不要想像你女朋友那样去要求他，你们现在什么关系也不是。所以在最初的这段时间里，女生不要光顾着考验诚意索取礼物和惊喜，男生也不要一味的要求女生有身体上的接触，让她快速的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所以在金钱和价值交换的这个问题上，一定是相互的，而不是单方面的意愿。你们说对吗？最近呢，不止一个女孩问我啊，为什么现在的男生追女生都不愿意为女生花钱呀？有的时候呢，甚至相亲吃个饭呀，还要跟女生 AA 制，一点诚意都没有。那我们女生怎么考量你这个男生是不是真心的呢？那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一个愿意付出的人呢？我们不也担心对方万一1分钱都不想花还想白嫖呢？那我们凭什么要跟他好？嘴上说的再好听，也没有来点实用的东西跟体现价值吧。男人的情话啦、关心啦、讨好啦，甚至是下跪啦，都是可以伪装的。只有花钱才是真的，所以呢，花钱才能代表一个男人他的真心。你们看这句话乍一听非常有道理，对吧？但是这个观点却害了很多很多女人。为什么呢？你就想一想男人他又不傻，你让他用钱去证明他对你的真心，那么你用什么来证明你对他的真心呢？真心不应该是相互的吗？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女人她不理解为什么男生只要花了一点钱就想碰碰你，那是因为男人觉得你能让他碰碰手，让他抱抱，那就是在回馈他的真心了，明白了吗？但是很多女人都不理解男人为什么会这么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真相，在男人的价值观里，不图他钱的女人才是真心爱他的。一旦他发现你这个人很物质，男人就会产生一种警觉，他会防备你。你想让他给你花钱，可能就门都没有了。说句大实话，男人他其实天生就认为给自己的女人花钱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他们的骨子里呢，就觉得自己是个供养者。但是现在
并不是男人不愿意给女人付出了，而是现在有很多的女人那个吃相太难看了。我就听说过一个女人啊，1年之内跟10几个男人同时谈恋爱，1年赚了100-200万。她这个人不就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商品在出卖吗？我作为一个女人，就这种事儿啊，我都看不下去。男人是可能会见色起意啊，是会对你可能有好感，是想追求你，但是相亲认识的，他还不了解你啊，你们之间还没有感情基础呢，也还没有任何的信任，对不对？那他肯定不会傻到上来就给你付出给你花钱的。那些把男人当傻子的女人呐，我说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傻子。很多的蠢女人呐，一上来就要男人给自己买礼物啊，给自己转账，让男人证明自己的诚意。如果男人不给他，就说这个男人啊抠门小气想白嫖。特别是相亲的初期啊，我有很多的成功案例都证明了，女人只要你懂得不要索取啊，你懂得回馈，得到男人的信任和真心，根本不用你开口，男人自然他愿意给你花钱的。这个才是聪明的女人。如果你想要让一个男人放心给你花钱，必须你们之间有信任，你们之间有真心，对不对？你的虚情假意或者是一味的索取，这副嘴脸呀，能得到真心吗？这是一个连骗子都知道的最简单的道理吧？你们说是不是啊？他愿意为你付出，给你花钱，只会随着感情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那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举动。当你越来越爱一个人，你就会想本能的为他去付出的，你就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到他，这个就是爱情嘛。女人不是也一样吗？明白了吗？所以呢，我奉劝现在的女孩子们，多几分真心对待，多几分时间和心思用来提升自己的内在魅力。还有啊，现在的男人那些上来就让你花钱追他的女人，你不能要啊，他连你的感情都已经懒得骗了，直接骗你的钱。你还是把你的钱留给那些真心爱你的女人吧，懂了吗？最近有一个话题挺火的，你们知道吗？叫3无6有。据说呢，是因为现在的女生找对象条件过于苛刻了，所以呢，男生们呢也折腾出来一系列要求可以跟女生们的要求相对应了。大家都要公平对待嘛，所以呢，提条件的不能总是某一方，对吧？这是男生们列出来的一个新的找女生的标准。3无是指的什么呢？这第一呢，就是父母无病，身体健康，能自理，最好以后可以帮着带小孩第二呢，就是没有弟弟娶妻不娶伏地魔。这好家伙有弟弟的女孩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不招人待见了，能这么郑重其事的形成这么一条要求看来这个问题影响已经不小了。家里有一个弟弟的女孩的家长们，你们是不是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呢？第3条就是没有公主病。现在大家都很累，回家还要伺候你，那谁愿意你要是非要做公主，那我还是个小王子呢，对吧？感情呢是相互的，不是一个人单方面的要付出，谁也不想做大冤种的。那这个6有又是什么鬼第一呢，就是父母要有退休金，养老问题不能成为未来的负担。第二呢，女方要有稳定的工作，你不能今天做个前台明天又去做个网红，3天打鱼2天晒网的结婚了最好也能有一份工作，圈子干净简单。第3条呢，这穿衣打扮还是要有点水平的，你可以丑，但是你不能太懒了，不然我怎么把你带得出去呢？有个好看的外表还是能让人赏心悦目的，我带出去才有面子对吗？第4呢，还是要有一点学历至少也得上个本科，要不下一代的教育怎么办呢？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吧。这第5点呢有点狠必须得具备传统的贤良淑德。那这一点呢，我估计现在没有多少个女生懂哪个不是娇生惯养长大的？有几个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呢？没有被洋墨水呛出毛病来都不错了第6呢，就是性格得好。一个情绪稳定的女人有利于家庭氛围的建设，一个温柔包容的妻子呢，有利于丈夫的事业，一个和蔼博大的母亲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真的是娶妻娶贤旺3代，总不能娶个媳妇儿毁一生吧？你们觉得他们的想法有没有道理呢？来，我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吧。
现在大城市里啊，女生有多卷，你真的不知道啊。30岁的女生跟00后的女生，那竞争非常的激烈。最近有好几个案例啊，都是这样的。我这有个92年的啊，谈那个男朋友啊，谈得好好的，都见了家长了，结果就是因为见了家长了，男生说这个婚还是不结了，女生就给搞蒙圈了呀，不知道咋回事，问男生，男生说跟他谈了2年了，什么事情都顺着他，听他的。但是这一次女方家长提出要30万的彩礼，他接受不了，而且关键的是女方家里压根就不提要不要给嫁妆的事儿。男生觉得呀，跟女孩在一起这2年没少给她花钱啊，每个月的工资基本都花得光光的啊，给她买这个买那个，就算要结婚也得跟家里边拿钱。要是就拿几万块钱的话，意思一下也可以，但是这么多钱，那让自己的爸妈以后怎么养老啊？主要的问题是，男生觉得他们的感情不应该拿金钱来衡量，但是女生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啊，让他特别的失望。因为女生觉得自己为什么还不值30万？原来在男生心目中，自己就那么不值钱。这个就是他们的矛盾点，一个呢在谈感情，一个呢在用感情谈交易。也就是因为这样啊，男生家里边开始张罗着给他另外找一个对象。这不，一个00后的姑娘就出场了啊！男生刚接触这个小姑娘的时候，还有点忘不了前女友，但是这个小姑娘啊，不仅仅年轻啊，还很懂事，这一点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男生给她买个礼物超过200的，她觉得太贵了啊，还怪男生他浪费了，说以后啊花钱的地方还很多，咱要攒一点钱。节假日呢，男生想带她去吃个大餐，她死活就不去啊，说咱们不能买菜自己在家做吗？自己在家做多浪漫啊！给他点零花钱吧，他也不会乱花的啊。每一笔开支啊，他都会记在本上啊，总是想着把这个钱花在他们共同的用途上。他总是呢想方设法的为男生去省钱。男生要是给他买衣服呢，他也会给男生买，而且呢都不用说啊，这个女生就知道男生喜欢什么。闲暇的时候呢，从来不会想着去那些高消费的地方消磨时光。她呢喜欢看看书，弹弹琴，陪男生去公园散散步，一起买买菜，做做饭。小姑娘说了，双方都不是家境很好的家庭，结婚的话彩礼嫁妆都可以不要啊。男生这个时候啊，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啊，就算我把我的全部给了你，也值得了。就这样啊，这位00后的小姑娘啊，轻松拿下了这位小哥哥。就这个时候啊，前女友来了啊，后悔了，想复合啊，彩礼1分钱都不要了，只要能够结婚好好过日子就行。他还说男生啊，你可真有本事，转身就去找个00后的姑娘，年龄还比你小这么多，长得还漂亮，你比人家大这么多，你就不怕这姑娘只是想跟你玩玩而已吗？或者就是对你另有所图呢？这些你搞清楚了没有啊？男生说，这个就不劳你费心了，好吧？你以为她只是年轻漂亮吗？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从来不会关心我的，从来不在乎我累不累，只关心我挣的多不多，下一个礼物该买什么了。你究竟看中的什么？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他从来不乱花我的钱，只想着给我省钱。而你呢？如果我不是遇到了他，我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女人区别有这么大。我现在就想跟他好好在一起，有没有结果我都无所谓，只要离你这种人啊远一点啊就好。你们说这个男生做的对不对呢？现在的男生出来相亲有多牛啊？第一啊，他们出来吃饭会跟女生提 AA， 但是呢，我建议还是第一次出来啊，别 AA， 要不然估计会全军覆没的，香一个黄一个，你信不信？因为女生会觉得你跟他提 AA 等于在说我没看上你，对吧？要么他就觉得你是一个不想付出的，而且呢又比较抠门的想白嫖的人。那就这2点啊，足够让他直接把你拉黑了。所以呢，咱们第一次请女孩吃饭啊，金额在承受范围之内呢，可以自己买个单啊，我觉得这个是为你好的。那第2点呢，坚决不会做舔狗的。如果自己主动了几次之后，女生回应还是不冷不热的话，直接拉黑删除不联系了。但是其实你可能不太懂，对于女生来讲呀，要分2种情况啊，那你得弄清楚了再决定。一种呢，就是这个女生她实际上确实没有那么喜欢你，她呢想看看情况，你要是积极主动诚意高，正好呢她自己又没有特别好的选择的时候，可能最后她就选择你了。那这种情况呢有点备胎哈，对吧？那但是呢还是建议你考虑清楚再做决定，好吧？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女生啊，她是喜欢你的，但是呢她觉得自己应该表现得矜持一点，不能那么上赶着啊，怕被你看不起了，没有神秘感就没有吸引力了。不能让男生知道自己喜欢他哦，太主动了呢会比较掉价的，所以呢他呢也会表现得不太积极的样子。其实这个呢是伪装的啊，心里呢其实挺希望你联系他的，他呢也不太好意思主动找你的。那如果属于这一种的话呢，你过早的放弃啊是有点可惜了。
第3点呢，就是现在的男生相亲啊，喜欢问女生你有没有存款啊，收入怎么样？那这个问题啊，就女生如果说收入比你高啊，那你会不会有压力呢？对吧？那如果这个女生的收入比你低，甚至是比较少，那她可能有存款的几率啊也会比较小啊，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一开始见面啊，约会就开始问女生的收入和存款，也会引起女生的反感。就像女生问你房子有多大，开什么车，有多少存款啊，这个是一样的感受嘛。所以真的不太建议大家一见面就问这种问题啊，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会把天儿聊死的话题。第3点啊，约会3次以上不确定关系就下一个了。这个呢，虽然没有太大的毛病，但是约会3次得看你们是多久见一次吧。啊，你要是1天1见啊，那见3天你就确定关系吗？对吧？这个不太现实。那咱们不能太极端，确定关系这件事情啊，还是要稍微慎重一点的。大部分的男生呢，觉得我愿意找你聊天，约你出来，愿意给你花钱买东西，愿意牵你的手抱抱你。那如果女生要是接受了，就算是确定关系了。但是呢，大部分的相亲女生不是这么想的啊，她们呢是不太愿意啊这么稀里糊涂的就跟你确定关系了，她们是希望你有点仪式感的，最起码呢有个表白什么的，她同意做你的女朋友了，你才能够确定啊，并且这个时候啊，她才会答应啊，愿意跟你亲亲抱抱啊，对吧？如果在没有这个仪式之前，估计啊她不会让你碰她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在确定关系之前呀，做做功课啊，别太早暴露你的目的，好吧？女生也是一样的啊，你们觉得我说对吗？